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，萧炎用灵魂力量碾压6品炼药师增修，帮助柳晴夺回空间虫洞管理权，最终应赤火长老邀请，一同前往焚炎谷。萧炎初到焚炎谷时，看到萧炎的炼药师们都以为赤火长老糊涂了，就连焚炎谷谷主都是一愣。毕竟这么年轻的斗宗已是少见，如果还是个6品炼药师，那可就有些逆天了。大厅之上，唐振在打量萧炎的同时，萧炎也不着痕迹地扫了扫这个焚炎谷谷主。突然，一红发、瘦小、其貌不扬、实力深不可测、面相却极为刻薄的老者跳出来质疑赤火长老，这是带了个什么人回来？闻言，赤火长老顿时就不高兴了，但毕竟对方是一名6品巅峰的炼药师，不好得罪，只平淡的道：“自己还没有老眼昏花。”唐振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并未帮腔哪一方。他有着自己的考量，笑眯眯地让萧炎坐下。唐振说起了正事，表示自己这次炼制的是7品高级的丹药，需要2名能抵御住9龙雷罡火的炼药师，因此只要灵魂力量能够在9龙雷罡火中扛过10分钟的炼药师，便能够留下作为协助。至于其余人，焚炎谷也不会让他们白来一趟。众人一听是用9龙雷罡火煅烧灵魂作为选拔标准，脸皮都是一阵抽搐。那可是异火榜上排名第12的异火呀，再加上唐振那本就深不可测的实力，寻常人的灵魂力量恐怕一接触到火焰就化为虚无了。即使这里的人灵魂力量都是不弱，但也扛不住这样的测试啊。果不其然，在场的人基本都被淘汰了，唯有一名丹塔的客卿长老幻大师利用天寒火勉强撑了下来。看到这样的结果，唐振有些失望。他需要的是2人，如今却只有1人通过了测试，标准不可再降，看来只能再想想办法了。心里这般想着，唐振面上却是准备安抚一下众人。麻烦诸位了，现在仅有1人通过测试，我……没等唐振说完，之前嘲讽过萧炎的那名莫大师突然出声阴阳，这不是还有一位炼药大师吗？没错，点的就是萧炎。被许多幸灾乐祸的视线盯着，萧炎眉头微皱，随后嘴角掀起一抹冷笑。既然他们想看，那便让他们连下巴都看下来吧。确定炎萧有意参加测试，唐振微微一笑，手掌一引，就又召唤出了那团银色火焰。萧炎也没留手，控制着灵魂力量凝聚成碧绿火莲的形状，就钻进了半空中那团银色火焰。火莲刚进入那团银色火焰，火焰内的9条火龙立刻便是有所感应，猛地朝着火莲扑来。见此情况，落选中的人有好几个都挂起了冷笑，可惜下一刻那表情便是凝固在了脸上。与之前扑上去就开始噬咬不同，那9条龙刚窜进碧绿火莲的周围，就如同被按下了快退键一般，飞快地倒窜了出去。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直接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唐振看着萧炎，面露欣赏，其身后的红衣女子却是有些手痒。如果不是此时的时间和场地都不对，他定要直接下场向萧炎发出挑战。要知道他的好战程度，就是连唐振都无可奈何。场中震惊的目光有，贪婪的目光也有，萧炎并不在意。1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，见萧炎如此轻松，甚至可以说是毫不费力的就通过了考验。之前嘲讽过萧炎的人都觉得脸有点疼，其中被打脸最狠的莫大师依旧嘴硬，表示萧炎不过是仗着一火之力罢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已经将萧炎归为自己人的唐振闻言不干了，先是出声表扬赤火，办事让人满意，居然能将炎萧小友这等年轻俊杰寻来，之后又说炼制丹药时会请大家旁观。那莫大师并未领会唐振的深意，又或者他只想看萧炎的笑话，半点不饶人地盯着萧炎道：虽说你拥有异火，但若是本事不足，也只会坏事，到时候莫要将唐谷主准备的那些珍稀药材给毁了。这次萧炎没惯着他，直接回怼道：多谢提醒，这位莫大师待会儿在一旁观看便好，协助唐谷主炼制丹药的事儿交给我与这位幻大师便好。此话一出，把莫大师给气得握着茶杯的手止不住的颤抖。一直跟在唐振身边的红衣女子见到萧炎一语将莫大师气成这般模样，顿时没忍住笑出了声，还是在唐振的瞪眼下连忙住嘴。唐振出声打圆场道：不必担心药材的问题，以焚炎谷的实力还是能够凑齐的。另外这次的丹药炼制并不简单，只要最后丹药炼制成功，焚炎谷给出的报酬一定会令2位满意。当然
若是两位有什么需要之物，也尽管开口便是。此话一出，萧炎顿时心头一动，当下就直接挑明自己想要天火三玄变。毕竟同实力与风雷阁更强的焚炎谷阿胶，并不是明智之举，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三玄变，自然是最好的。唐振却是有些为难，这天火三玄变乃是焚炎谷镇谷之宝之一，按照规矩并不能外传，即便他是谷主也不能违背。萧炎却是不肯放弃，以此丹药对于唐振的重要性作为突破口，成功让唐振松口，给他一次得到天火三玄变的机会。注明唐振炼制该丹药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女儿，也就是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女孩火儿。火儿当初强行融合九龙雷罡火，导致火焰反噬，因此留下了极大的后遗症。若是此次炼丹不成，不超过1年，火儿便是会生气枯竭。7品高级火魄丹的炼制过程十分繁琐，总共分为8个部分。唐振主要负责利用山溶鼎一心9用炼制药材，萧炎与那名幻大师则负责药材间的融合。整个融合过程还算顺利，成丹之时却发生了变故。连续几日的高强度炼丹，使得幻大师的灵魂之力受到了极大的损耗，幻大师最终是撑不住倒下了。顿时满场寂静，所有的目光都带着无比的遗憾望着那昏迷倒地的幻大师。坚持了10日时间，谁也没想到会在这种最后的时刻失败，只差临门一脚，真的就那么失败了吗？萧炎看着突然倒下的幻大师有点懵，到嘴的天火三玄变就这么让他跑了？当然不，试一下还有一丝机会，不试就一定会失败。萧炎决定独自揽下承担任务，唐振自然是很支持的，万一成功了呢？在萧炎这里没有万一。丹成之时，丹雷现，唐振那叫一个激动啊！看了看随时要晕过去的萧炎，唐振表示丹雷交给自己便好。萧炎哪里肯干？用这丹雷给地妖魁淬炼身体不香吗？起初地妖魁只是最低级的人级而已，但经过一次丹雷的洗礼后，就一跃进入了地级层次。仅仅只是地级层次的地妖魁，便是能够与5、6星的斗宗强者抗衡。若是最高级的天妖魁，恐怕即便是面对着斗尊强者，也是有着一战之力。斗尊阶别的傀儡，想想都觉得心里一阵火热啊！然而想要达到天级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地妖魁吸收完丹雷之力后，仅仅是眼睛有着一丝暗沉的金色光泽。萧炎在失望之余，还是有一点点高兴的，让丹雷多劈几次就好了嘛。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地妖魁收入纳戒后，萧炎就再也撑不住，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已经是5天后，睁开眼的瞬间，萧炎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摸了摸手上的纳戒，感觉并未少些什么后，才重重的松了一口气。在萧炎松气间，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在其心中响起，居然是那许久没有声息的天火尊者。原来天火尊者的灵魂在那天山血潭之中得到了温养，早早就醒了过来，只是萧炎身边总是有着斗尊强者出现，便未曾现身。萧炎有些惊讶的道：难道尊者如今的实力恢复到了斗尊阶别？天火尊者顿时没好气的道：你还真当斗尊是那般容易恢复的吗？如果寻找不到合适身体的话，我恐怕是永远也恢复不到斗尊的实力了。萧炎一听，顿时觉得是时候把为天火尊者炼制肉体的事提上议程了。毕竟身旁有着一名斗尊强者随时守候，那腰杆都能挺直许多。不过那7品顶峰的丹药生骨融血丹，哪里是那么容易炼制的？更不用说萧炎现在连药材都凑不齐，此事只能另想办法。好在药老留下的丹方中有生骨融血丹的平替，7品中级阴阳命魂丹，虽说效果会差一些，但天火尊者并不在意，他受够了现在的状态。萧炎承诺一定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令天火尊者拥有自己的躯体之后，就推开房门走了出去。唐火儿见到萧炎苏醒了，很是高兴，当下就带着萧炎去找他的父亲了。萧炎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得到天火三玄变了，然而三玄变是那么好拿的吗？焚炎谷的长老们并不同意将三玄变交给萧炎，身为谷主的唐振虽据理力争，却也没能说服那些老顽固。最终双方各退一步，只要萧炎通过核心弟子的考验，便是能够得到天火三玄变。考题是，只要萧炎能够在3长老吴尘的手中撑过10个回合，那么便算其成功。
萧炎得到天火三玄变的心是很坚定的。虽说这吴尘的实力不比费天弱，但如今的萧炎也算是踏入斗宗层次，实力比起当初被费天追杀时不知道强了多少。吴尘不想让萧炎学到自家秘籍的心也是很坚定的。第一个回合就一拳捶到了萧炎的胸膛上，然而萧炎却散了。发现被骗后，吴尘立马就施展出了纯阳绵手。萧炎险险地避开这只大手之后，大手居然诡异地延长了半截儿，一巴掌便斜拍到了萧炎的腰部。萧炎直接就倒飞了出去，吐了一口鲜血后，萧炎直勾勾地盯着吴尘道：“再来。”接下来就是挨打和再来的时间了。吴尘看着一次一次站起来让他再来的萧炎，那叫一个窝火。直到第9回合再次将萧炎拍飞出去100米之后，吴尘冲上去扣住了萧炎的脖子，将之缓缓举起，然后道：“认输吧，老夫若是想要杀你，你早就没命了。”手中的萧炎却是诡异的笑了，声音嘶哑的道：“9回合了。”随后砰的一声，爆裂而开的是雷幻身。再次被戏耍的吴尘彻底怒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老夫不要面子的吗？见吴尘老脸都不要了，施展出了根本不是萧炎现在的等级所能承受的攻击——太乙火罗掌。萧炎也是有底牌的，早在吴尘有打急眼的表现时，萧炎就已经做好了打算，用分身迷惑吴尘的同时，其本体就已经开始酝酿3色火莲了。火莲出手的那一刻，唐振的脸色瞬间骤变，吴尘也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之后猛地一咬牙，吴尘不再犹豫地施展了太乙火罗掌中最强的火罗符。在场的人都清楚，此时的吴尘已经动用了他8星斗宗的所有力量，仅仅是为了一名1星斗宗的青年而已。火罗掌与火莲的对决究竟孰强孰弱？红芒与3色光芒相撞之时，这片天地都为之安静。几个呼吸间，一道连斗宗强者都为之恐惧的能量风暴，闪电般的自碰撞处酝酿而生。萧炎与吴尘都被震飞了出去，能量风暴越来越大，最后竟有将整个焚炎谷给毁掉的势头。唐振虽然很气2长老和3长老对萧炎的不依不饶，但现在也不是追究的时候。怒瞪了2长老以后，唐振就飞身上去划破虚空，将高速旋转的能量风暴丢了进去，结束了这场所谓的考验。当众宣布完吴尘输了之后，唐振就领着萧炎去往了谷中的斗技阁，也不知是为了道歉还是感谢，还是看中了萧炎的潜力，唐振直接带着萧炎去了传承水晶的所在之地，而不是给萧炎一卷天火三玄变的完整卷轴。要知道，传承水晶之中不仅有着最为完整的天火三玄变修炼之法，还有着焚炎谷历代先辈对这一功法的一些改进以及经验。如此一来，萧炎不仅能以最快的速度领悟，说不定日后他还能够凭借着自己的力量，令得这天火三玄变变得更加强悍。得到传承后的萧炎再次对唐振表示感谢之后，就离开了焚炎谷，直奔天皇城柳家。柳晴不负萧炎所托，找到了小医仙和新兰的消息，只是消息内容不太好。小医仙的恶难毒体暴露了，丹塔中有不少的势力都在追杀他，其中冰河谷最为疯狂。萧炎一听，顿时就怒了，立马只身穿过空间虫洞，前往中州。到达丹域之时，萧炎才从一路人口中得知，小医仙已经被冰河谷的冰原冰符重伤，如今被围困在北方的洛神剑。要知道，这2名长老的实力皆是在6星斗宗左右，萧炎必须得尽快赶去救援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。视频呢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